Hello， 大家好。尽管第三波疫情又席卷加拿大，并迫使各地再次推出封锁措施，加拿大消费者信心指数却连续3周创下历史新高。加拿大统计局声称，失业率从2月份的 8.2% 下降到 7.5%， 3月份增加了30万3千个工作岗位。根据诺纳斯与彭博的调查，2/3的加拿大人认为房价将会继续上涨，这是自200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看起来加拿大未来的经济前景一片光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破产代理机构 MNP 的一项调查发现，有 5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无法负担每月账单和债务。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因为它标志着 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创下了5年来的新高，并且比去年12月的调查高出了10个百分点。30% 的受访者说他们已经破产，没有钱在月末支付他们的账单。在过去的1年里，政府支持计划在财务上提供了一些灵活性，但这些计划只是暂时性的。从某些方面来说，疫情掩盖了加拿大人债务问题的严重性。MNP 总裁格兰特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过去的1年，我们发现了与疫情相关的救济措施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了逆转，入不敷出的加拿大人数量已经达到了5年来的最高水平。最终可能会看到大量家庭拖欠付款、拖欠各类贷款或者是信用卡违约。在疫情期间，很多加拿大家庭减少支出，试图节省更多的钱。有些家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但是还有一些人因为失业、降低工资或者是维持小企业生计而承担了更多的债务。MNP 称，在疫情期间，1/4的加拿大人承担了更多的债务。受访者中20%的人说他们用储蓄来支付账单，有14%的人用信用卡，有7%的人使用信用贷款额度，3%的人依靠银行贷款或者是延递抵押贷款。那些承担更多债务的人将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负担不起自己的债务。过去他们天真的认为利率不会上升。60%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是购买他们过去无法负担东西的好时机。然而，对于陷入困境的家庭而言，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按下暂停按钮，寻找解决方案，摆脱这一债务陷阱。因为物价与房价暴涨，加拿大人的生活负担加重。一家金融网站最新的生活成本报告显示，随着多伦多物价稳步上升，多伦多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需要收入8.4万加元才能在2021年达到收支平衡。因为最重要的生活成本是住房成本，所以这项分析是在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发布最新的数据后得出的。多伦多的房主平均每月要为住房支出3792加元。以基准利率房屋价格为例，假设首付为 15%， 还款期为25年，5年固定利率为 1.68%，每月的按揭供款约为3191加元，这是多伦多很大一部分人所要承受的负担。除此以外，更大的风险是抵押利率会不断上升。最近 BC 省房地产经纪人梅杰担心，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过热可能会烧毁整个房地产市场。梅杰说，导致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原因可能正在加拿大发生。美国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原因之一是诱惑性利率贷款。在美国，2005年至2006年的所有抵押贷款中，有30%至40%都属于诱惑性利率贷款，也就是一开始利率很低，但2年以后利率就上升了。买家随后发现，在他们的利率上升之后，他们根本无力支付还款。随着他们房屋价值的下降，他们无法为他们的抵押贷款再融资。在加拿大，很多购房者目前获得的抵押贷款利率为 1.5% 或者是更低。梅杰指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加拿大的抵押贷款中几乎100%都可能是诱惑性利率贷款。如果一个人拥有 1.5% 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升至 3.5%， 还款额将上升 30%。如果利率上升至 5.5%， 还款额将上升 63.5%。 如果利率上升至 7.5%， 还款额将增长1倍以上。尽管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至 75% 的概率不大，但很容易上升至 3.5% 至 5.5%。因为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已经准备把贷款压力测试基准利率从 4.79% 上升至 5.25%。
这样购房者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来维护他们的房子。接下来会发生的是，人们只会捂紧自己的钱包。如果你因为高利率付不起房贷，其他人就会因高利率没有能力买你的房子。这样的话，当人们无力还贷，需要出售房产的时候，就会出现没有买家接盘的情况，这会对房价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梅杰认为，如果加拿大的平均抵押贷款利率在5年内达到 5.5%，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房价下跌 40%。在一些热门市场，比如温哥华和 BC 省其他内陆城市，房价可能将是现在的一半。与2008年市场崩溃前的美国房价相比，加拿大的房价被高估得更加严重。2008年市场崩溃使美国房价下跌了大约 34%。我们可能会看到加拿大比美国经历更大的房价调整。最近很多房产经纪都声称香港转来多少钱，这些还会继续推动加拿大的房价上涨。不知道是因为这些钱不能用于抄底加拿大的房产市场，还是因为他们人傻钱多智商不够用。在这里，梅杰给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在6个月的时间内以更低的价格购买，那你最好再等6个月。所以这对目前的加拿大人和新移民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价格即将开始下跌，他们就会等待购买时机。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